五大家族的考核由丹塔八大长老之一的圣耀主持，考核内容主要有3个部分：灵魂测试、灵魂操控以及灵魂交手。灵魂测试就是参加考核者各自将自己的灵魂力量输入石碑，石碑中心的镜盘将会显示灵魂数值。目前魂值测试的最高纪录保持者便是曹颖，具体魂值为976。以魂力，萧炎怎么可能输？且不说萧炎本就是魂穿，灵魂之力比普通人强上不少，这先有药老，再有药老的加持，就足以让他的灵魂力达到一个恐怖的高度。再加上前不久捞到的好处，在萧炎藏了一手的情况下，测出来的数值都比当年曹颖所创造的记录还要远远的高出300多，这可把圣长老高兴坏了。丹塔又将得到一位妖孽般的奇才，被破了记录的曹颖顿时就受到了全场的关注。然而意料中的难看与生气并未出现在曹颖的脸上，他甚至十分的高兴。萧炎接下来的成就更是彻底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。灵魂操控的比赛，萧炎已接下测魂珠93颗的成绩，再破曹颖89颗的记录。这下圣长老笑得更灿烂了，宣布完，萧炎依旧保持第一，曹丹第2，曹修第3，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进入下一个环节。他很期待萧炎再次给他带来惊喜。最后的考题很简单，萧炎5人在一个足有10丈宽大的红圈里，彼此使用灵魂力量交手，谁能最后留在圈中便是胜利者。曹颖等这一刻很久了，上一届的冠军所属家族有着以此换人的资格，曹颖迫不及待地想要跟萧炎交手。围观的群众自然是非常乐意看萧炎在曹颖手中吃瘪的啦，萧炎自然不会辜负众人的期待。曹颖拧出一头灵魂凤凰就朝萧炎攻去，萧炎不慌不忙地轰出一记灵魂拳头，就将灵魂凤凰的脑袋锤爆了。冲击波直接就将那未曾出手的丹轩3人震退了2个，只有白鹰不肯放弃，他想要偷袭将注意力放在曹颖身上的萧炎。灵魂巨蟒冲到萧炎面前时，只见萧炎袖袍一挥，巨蟒瞬间崩溃，白鹰也体验了一把自由的飞翔。曹颖笑了道：现在只有你我2人，那便3掌定胜负吧，只要你接下来能接住我3掌灵魂掌印，那我便退出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就退出。萧炎自然知道他主动退出，叶家也将会顺利的保留下5大家族的名额，但被一个女人挑衅到头上了，还不回应的话，不就成了缩头乌龟了？再说了，曹颖也将会参加这一次的当会，此时交手还能提前摸一下他的底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只见曹颖上来就结出了一个奇异手印，结印的过程不忘跟萧炎解说自己即将实施的是一种魂技，魂玄印掌。萧炎一听立马就意识到这魂技可能也分为攻击与修炼2种类型，自己得到的是修炼类的，而曹颖正在施展的是攻击类，这可把萧炎给高兴坏了，立马就开始了现场偷学。起先曹颖还没发现，只觉得一次一次的把萧炎拍进坑里很爽，他也不过如此。直到第3掌，他看到了萧炎结出了自己无比熟悉的掌印，虽然动作尚且生涩，但萧炎就是办到了。要知道曹颖在初次接触这魂技时，也是修炼了许久，才逐渐的领悟灵魂力量与指印间的配合轨迹。在曹颖难以置信的神色中，2道手印相撞了，不少人的灵魂都在此刻传出了刺痛之感。肆虐的灵魂风暴持续了将近1分钟才逐渐散去，众人再次看清战况之时，就见萧炎有些狼狈地盘坐在一块石板上，而10几丈外的曹颖却是连方圆3丈的地板都没碎一块。曹颖却是在盯了萧炎好一阵后出声道：3掌已到，你赢了。闻言，萧炎则是微微一笑，站起身来，刚好是露出其身后的一截红线。曹颖的3掌他如数接下，而且并未被击出红圈，按照规矩，这场比赛确实算他胜了。大殿在短暂的安静后响起了阵阵惊叹。要知道这么多年了，曹颖从未在一名同辈手中认输。叶崇与新兰高兴坏了，3项第一，这等成绩怕也就只是叶家在巅峰时期达到过，叶家有救了。曹颖脸部轻移，贴在萧炎的耳旁轻声道：若是萧炎先生有时间的话，或许我们可以再次私下交流一下，我也会一些魂技，就看你有没有那本事将他们偷学到手了。望着那近在咫尺的妖媚脸庞，萧炎心头一动，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地笑了笑道：若是有时间的话，定会找曹颖小姐叨扰一番。得到回答的曹颖明白，这个男人不会轻易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之下，不过凡事总是要这样才有挑战性，不是吗？深深地看了萧炎一眼，曹颖表示希望在单会再遇萧炎后就离开了。萧炎也准备离开之时，圣耀却是叫住了他。药老当年对圣长老有指点之恩，圣长老也有意将萧炎吸纳进丹塔，
于是想将萧炎引荐给长老会他们。为了让萧炎同意去丹塔，圣长老不惜用魂技勾引萧炎。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圣长老图什么呢？其实是因为魂殿也会派人参加丹会，而丹会不会限制参赛者的身份，但3000夜炎火绝不能落入魂殿手中，所以只能尽量的寻找一些有实力的，并且能够信任的人与他们争夺。萧炎自然是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但以丹塔的实力与地位，若是要对他不利，根本就不需要耍什么手段，那可是魂技耶，去看看又何妨。约定好等几日圣长老过来接萧炎后，萧炎就回到了夜院专心修炼了。修炼期间，萧炎的壮举已经在圣丹城传得沸沸扬扬了，萧炎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钻研偷来的魂手印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拥有海心宴的魂殿使者找到了萧炎，当然不是来唠嗑喝茶的啦，他想要药老的古灵冷火以及萧炎所修炼的功法，没错，就是焚诀。黑袍人很是清楚，萧炎身旁有2名斗宗守护，他一早就施展了灵魂结晶罩住了小院。发现被困的萧炎有点慌，但凭借着3000雷动的风骚走位，暂时没有受伤。黑袍人十分生气，使出覆海网就想网住萧炎这条滑泥鳅，没想到萧炎一记琉璃莲心火直接破开了深蓝火网，并迅速凝聚出了一朵碧绿火莲，又放出了地妖魁。黑袍人一看更心动了，轻飘飘地解决掉火莲并困住地妖魁后，朝着萧炎步步靠近。此时的萧炎正努力地想要轰破屏障，发现只是徒劳后，萧炎果断破开了地妖魁身上的火绳，将之召唤到身前，同时准备凝成4色火莲。黑袍人一开始看到3种异火时十分兴奋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呀。直到他看见萧炎召唤并开始融合第4种异火时，他才彻底慌了神，立马出手想要捏爆萧炎的头。萧炎一直打不破的屏障，却是突然爆裂成了无数道细小的灵魂碎片。一道沧桑的声音同时响起，丹塔的地方可容不得魂殿在此撒野。察觉到动静，匆忙赶来的小医仙与天火尊者，那是又惊又怒，脸色十分难看的护在萧炎面前。被坏了好事的黑袍人气疯了，冲着天空上那道有些虚幻的身影就怒吼道：玄空子，此事与你丹塔无关，何必多管闲事。玄空子却是道：这里是圣丹城，若是让你魂殿在这里随意撒野的话，我丹塔还如何与人交代？明白这次行动是失败了的黑袍人十分羞恼地丢下一句：萧炎，我还会来找你的，下次再见，必取你异火与功法，就果断跑路了。小医仙虽然很气，但萧炎的安危更重要，只得低声咒骂了几句。萧炎无奈地笑了笑后，就冲着天空拱了拱手，然后郑重地表达了感谢。玄空子告诉萧炎，他在当会会很安全，以及小心点玄冥宗后就消散了。注明，萧炎的情报就是玄冥宗透露给黑袍人的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